跑得还挺快。干什么？那不睡觉吗？大哥，恁继续，不好意思打扰了哈，灯给恁留着。但那破东西不觉得闷呀？摘下来透透气，别装神弄鬼的了。怎么着，还想会会我的刀法吗？怎么样？我刀法还行吧？别硬撑了，还能藏得住吗？还能跑？
你是耿大吗？耿大，你是耿大吗？再热闹点，再热闹点！耿大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。你知道我胆小。 你不要吓我！我说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范父黄爱玉，你可知诬陷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？民妇并没有说什么，公道自在人心。那，你可敢让本官开棺验尸啊？啊！大人，家父病亡刚满7日，您便要开棺验尸？太过分了！死者为大人。也罢，民妇自知无力阻止，悉听尊便。哎呀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对呀，这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欺负一个弱女子。 对呀，走了一个贪官，又来了个糊涂官，这东昌府啊是见不得青天了。来啊，即刻赶往坟地，开棺验尸。大人来了，闪开！大人来了，闪开！来了。爸爸，挖，开始了！尸首怎么不在呀？邱仵作，一会儿等人散了，继续看场，看仔细点啊。好。 没那么简单。别往前了，快说！别再往前了，别往前了，往退，往退啊！你去哪儿啊，耿大？别急，这是谁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你带着我一起走吧，耿大。调戏别人老婆也就罢了，还挖人坟、偷人尸体，太欺负人了吧！欺人太太欺负人了吧！别拖了，不知道找刘墉说理去。站住！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
新任东昌府捕头秦朗见过知府大人。别有钱了！退了，不要妨碍公务。别挤了！光天化日，扰乱公堂，该当何罪？乡亲们，先了，跟他们拼了！别吵了！老爷，这不会打出人命吧？有时候未必就不是办法。哦，秦捕头，不要动手。有手你打死我！啊，看着没？啊，照这儿打！来，今天你要大人，您看他们像讲理的人吗？啊！别动！别往前！都给我住口！寻衅滋事，罪加一等。哎呦，还拔刀！来杀我！先杀我吧！啊！你要是不杀我，啊！忍下来！盗尸乃是重罪，无干人等全部退下。回去吧，要不回去吧？那不行啊，事情还没解决呢。就是。好了好了，乡亲们，本府一定加紧断案，尽早给各位一个交代啊！散了吧，散了散了。几天啊？多久啊？3天为限。3天？你等3天吧。那就等着呢。走了吧，王总，你骗我们啊！走吧，乡亲们，走吧。就是走。孙天豹，你他娘的什么意思？听说你淫人妻子，杀人夫君，这一大早还跑去坟地盗取被你杀害人的尸体。我看你这本事可真是不小啊！你他娘的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？再说，就算是我干的，咱们同为徐五爷府上的门客。你有什么权利抓我？那我有没有权利抓你呢？徐五爷，叶教理，别以为你干的那些龌龊事我不知道，这里可是东昌府。徐五爷，这住口！有你说话的时候。文天豹，兄弟们，给我招呼招呼他！秦捕头，你用这个看得清楚。你拔出来，拔出来，抽出来。太小了，不是你拿反了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哎呀，我后悔了。
哎呀，想不到徐五爷的府上还真有不少高手啊，让人大开眼界喽。哎呀，大人见笑，这不过都是爷三脚猫的功夫。哎，徐五爷谦虚了。就这些个高手，随便拎一个放在我的军营里，那都是难逢敌手啊。哦，如果大人需要，随时开口。那倒不必。你现在买卖做大了，手底下有几个高手也是一种保护嘛。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呀？啊？哪里哪里。你的招我太熟悉了。好了，先把他关入柴房，等他醒了，我再亲自带他去衙门治罪。是。走。这个铁脚李这么难抓呀？啊？好在是把他擒住了，没想到徐武这次没有护短啊。能不护短吗？你以为那银子是白送的？行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出去迎迎去了。嗯。大人，你就这么把铁脚李给放走了？哎，不放不行啊！这索伦图是曹州镇的总兵，咱们东昌府在他管辖之内，惹不起呀。再说了，真凶绝对不是铁脚李。这是五爷让我给你带来的，替我谢过五爷了。放心，五爷不会亏待你的。好好保重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你这，秦朗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想？哎呦，关他娘你什么事？滚！你敢打我？你们给我等着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徐管家，徐管家，自己造的孽，没人帮得了你。为什么要盗耿大的尸体？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在大人那儿结了，在我这儿没结。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？我招！我招！我说。我全说，黄爱玉是我睡的，耿大是我杀的，尸体也是我盗走的，你抓我吧！
武子，武子，武子，你怎么了？武子，大哥，肉里有毒！不是我，你竟然下毒！不是我，那是谁？虚无，你个王八蛋，想杀我灭口！什么？铁脚里招了？是五爷，要不然刘墉他们怎么知道耿大的尸体放在哪儿？老爷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多少人啊？别着急，别慌，也就7、8个人。 7、8个人，哼，不自量力。掉头。是。徐五爷，刘大人还等着您做东呢，您这么不告而别，不合适吧？秦捕头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真是该扔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愣让我给忘了。不过现在在下确实有急事要办，还烦劳秦捕头禀告知府大人。等在下办完事，一定登门谢罪。对不住，刘大人有令，必须叫您回去一趟。 一点都不能通融吗？我也是奉命行事啊。好，那就看秦捕头有多大本事了。你这是想公开和官府作对吗？就凭你一个小小的捕快。 说句话，就能代表官府？你是嫌犯，我今天必须抓你！好啊，那就来吧。哼，抗令不遵，这就是下场。还有谁敢动？拿下！带人犯。带人犯。 主，上得公堂见了本官，因何不跪啊？哼，刘大人，
我因何要跪呀？放肆！你一介草民，公堂之上，岂容你撒野？在这东昌府的公堂之上，我徐武从来不跪。即便是上任知府，也得赐我个上座。好，葛春何在？卑职在。我今天倒要看看，是他徐武的骨头硬啊，还是我公堂上的杀威棒硬？给我打！是。好，好。跪便跪，我看看你能奈我何？徐武，你跪的是王法，跪的是大清。如若不跪，便是对王法不忠，对大清不尊。再有下回，绝不轻饶。刘大人，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。我跪下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我徐武罪犯哪条啊？好，来呀，带范妇黄爱玉。民妇叩见大人。黄爱玉，现将你勾结徐武，毒死亲夫一案，在公堂上讲得清清楚楚，如有半句不实，罪加一等。大人，我没有杀耿大，是徐武杀的。徐武多次骚扰民妇，强迫民妇屈从。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真的杀了耿大呀，大人。黄爱玉，你几次三番勾引我不成，我不堪其扰，却也没跟你计较。想不到，今日你却在这里红口白牙的血口喷人。我勾引你？你竟然丧尽天良，说出这种话！徐武，你个王八蛋！放肆！请大人明鉴。他徐武多年在东昌府横行霸道，为非作歹，东昌府百姓无人不知。如今他盯上民妇，还让民妇下毒谋害亲夫，民妇不从，他便自己找人下手犯下此案。黄爱玉，所谓人言可畏，不是没有道理。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待案情查清之后，本府一定给你一个公道。谢大人。徐武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你没有杀人，那你为什么逃走呢？哼，我去济南府是做生意，谈何逃跑啊？还敢狡辩！若不是本府及时将你缉拿归案，恐怕你早就逃之夭夭了。来人，带证人铁脚令。徐武，你作奸犯科，强占民妇，指使你的佣人铁脚李挖坟刨尸，现有他呈堂证供，你可认罪啊？黄爱玉一案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黄爱玉，你确系被徐武欺压，但是不是从犯，可有知情不报之嫌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容。现将你收监3年，希望引以为戒。谢青天大老爷。铁脚李，刨坟掘尸，按律当斩呐，但你有戴罪立功的表现，现着发配边疆。多谢大人。徐武，你杀人盗尸，更牵连其他案件，现将你收在监中，待日后查清之后，另行定罪。我徐武在这东昌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用人无数，官商名流
都是我的座上宾客，在这儿，没人敢定我的罪。好，今天本府当着众人把话撂这儿，甭管他是谁，后台有多硬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看本官是否可将你治罪？来呀，走起！好，青天大老爷，好官呐，真是为人做主啊！你敢私压良民？青天呐！废物，人不但没救出来，还搭进去俩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嗯，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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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，没想到刘墉早有准备。带上人，跟我去东昌府衙。大人，这样不妥吧？没什么不妥的，我得给刘墉点颜色看看，否则他真把东昌府当成自己家了啊！传令下去，把东昌府衙给我围了，不交出徐武，谁他娘也别想离开东昌府。上！外面什么动静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像有很多官兵啊！真的吗？就是啊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！索伦图带兵把东昌府给围了。什么？七彩，去把我枪拿过来。大人，我去一趟巡捕房准备一下。冷静，冷静。秦捕头，你去把那2个兵士给我带来。是。跪下，跪下！放肆！竟然敢在我面前杀人！索伦图，给格格请安。索伦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造反啊！奴才不敢。格格，经过调查，这2个人是山上的响马。最近因为徐武被抓一事，江湖上传言说，能救徐武者赏银100万两。哼，这些响马们闻风而动，奴才担心格格的安全，所以特意派兵驻守东昌府。一派胡言！这2个人明明是你的手下，关徐武和响马什么事儿？请格格明察，这2个人确实不是我的在册士兵。这乱扣帽子的罪名，奴才担当不起呀。你，罗大人，擅违府衙，这可是杀头的罪过。刘大人，戍卫东昌府和格格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如果因为响马救徐武而导致东昌府和格格出现了任何差错，那就是我的失责。这事儿，皇上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可没法解释啊。所以，请刘大人多多体谅我的苦心，就让府里的人都出来吧，到我的兵营临时避一避现在的风头。我看不必了，索大人啊，你这儿围着这么些人，我看这儿啊比你的兵营还安全呢。这么老些兵，哪个响马敢进来呀？不过我想问你一句啊，索大人，为一个身负6、7条人命的囚犯，你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吗？啊？大动干戈？刘大人，如果格格在山东真的出现了什么差错，别说末将，就是山东所有的大大小小官员都要遭到皇上的申斥。因此，还请格格多多体谅奴才的苦心，除非
把徐武交给我来保护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危险啊！索伦图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在要挟我吗？奴才不敢。格格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把他给解决了，看谁还敢造次！不可放肆！索伦图，你当真要徐武？刘大人，我这完全是为了您和格格着想啊！好，那就多谢索大人保卫我们，费心了。副官听命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为防山贼潜入，禁止一切官民、注册人等出入。违令者，斩！酒也喝了，说吧。刘大人，你真能保得住我这条命吗？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事儿你自个儿算，你得算你自己那条命值多少钱。我手里的东西，不止我这一条命，差不多山东所有官员的命都在我这上头。什么？一本账本。什么账本？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，平常自然有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，还有那些黑色收入，以及地下钱庄的往来。跟索伦图有什么关系？索伦图这些年贪没的银两和那些黑钱的账目，都在我这儿。这么说吧，要是没有我，他这几十年的辛苦，就都付之东流了。有多少啊？几千万两吧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上呢。账本呢？在我手里啊。咱们可以做个交易，我要你保住我这条命，而且我要跟聂斯衙门的人直接见面。可以，但是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给我记下来。记什么呀？索伦图啊，以及济南府所有背后这些官员，你知道什么记什么。刘大人，这可是官场地震呐！这你管不着，你只管写。我告诉你，徐武，写得越清楚，你的命就活得越长。刘墉啊，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清官，只不过是诱惑对他够不够大而已。今天我见到你，我信了。徐武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聪明一世，只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：这个世界上，好人永远比坏人多。其实我知道，我都说出来，大概也活不了几天。不过总比现在就死了好。这脑袋要是搬了家，还怎么喝酒啊？刘大人，您真能扳倒索伦图吗？你觉着呢？他可是武官，手里有兵啊。您一个文官，就不怕吗？有兵啊，兵是皇上的，我怕他干嘛呀？啊，还有他背后那些官员呢？你觉着我怕吗？
我取纸笔来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快个！这平时可吃不着啊！这老板娘不光菜做的好吃，这裙子也是一绝。你懂什么？人还漂亮呢。谁弹琴啊？是老板娘，要不我让她停了。别。子枫啊，成败全靠你了。刘大人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子枫，你这么出去，太危险了。格格，您还不了解吗？手拿把掐。这个还给你，注意安全。对不起，我不用说了，等你安全回来。刘大人，格格，我和子枫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会把东西安全送到。你们放心，等我回来。行了，咱们今天也甭睡了。秦捕头，把七彩跟孟南送到格格那儿去，格格在，他们就是安全的。派人保护，把剩下的衙役跟捕头全部派往大牢，大牢就是咱们最后的堡垒。是。看来咱们只能与徐武同生死共存亡了。赶紧追啊！追呀！快！拿着东西！有人逃跑了！快追呀！快！臭家伙！快！大人，有人逃跑了。谁跑了？不能确定，有可能是那个捕快，还有就是格格身边那个侍卫。什么？哎呦，坏了！可能是徐武的嘴被撬开了，出去的人想去京城送信。赶快，在秦兵里给我找几个功夫好的，赶快给我追，一定把人给我追回来。是，大人。
那边去。快，你们也往这，快！哎！你往这边来，别往那边去。快！拿下！大人，又被人家埋伏了是吗？大人。 你看你那倒霉的样儿，你去把老板娘给我喊来。是。项武在哪儿？你的兄弟就在里面，有本事你去救他呀！
没指示你的。跟我去见刘大人。我不会让你抓住他。秦捕头，秦捕头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才来啊？怪我来迟了。项武呢？里边。好，走。孟南，秦捕头，你去救项武，我去看见孟南。小心。输了。承让，承让，傅大人。刘大人，您这盘棋下的漂亮。阿里了，阿里傅大人，您啊太大意了。但是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有没有兴趣再来一盘啊？傅大人，我还有事，就不给您这机会了啊，咱们改天再说啊。复复盘，复复盘。哎，好的。站住！臭丫头，盯得够紧的呀！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王秉忠，这话你说早了吧？今天咱们俩谁死谁活还不一定。刘墉办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你非要掺和其中，怎么也想把小命搭进去啊？刘大人办案，为国为民那是好事，可你呢？即使没有刘大人在，我也不会让你在这世上活着，继续害人。好大的口气啊！邱燕飞，这名字你还记得吗？邱燕飞。要不是你，我们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呀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不下毒，把他们全都毒死？你就是以杀人为乐，难道那些孩子也该死吗？你无权过分缘由。作为鬼仆，必须遵命于13衙门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得完全服从。这是责任。我做不到，我要退出。笑话，
我没有见过谁能够全身而退的。鬼仆守则，自废武功，还你自由。你要废了自己，不想我的手上再沾上任何人的冤魂。你可得想清楚。我意已决。好，既然你意已决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从此以后不许告诉任何人关于13衙门的事情，不许做任何对不起13衙门的事情，否则必诛之。还有，在废了你武功之后，必须3个时辰之内离开京城，否则别说我不讲情义。那个不知死活的仵作邱猛男，如果我要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邱燕飞的女儿。在东昌府，我爹是死在你手上。这雪藏多年的秘密，竟然让你给挖出来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爹真是你杀的？不错，邱燕飞就是死在我的手上。他已经退出13衙门了，与世无争，又没拦你的路，你凭什么加害于他？是啊，既然已退出了13衙门，与世无争，为何还要在东昌府的事上处处与我作梗？那是因为他破解了你的风毒，不让你这个东西继续害人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就凭他那能让死人开口的本事，我怎么能让他在我的视线中存在呢？你说呢，臭丫头？你个阉狗！放肆！臭丫头，你弄脏了我的衣服。孟南，孟南！臭丫头，挺狠啊！
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答应过你，要帮你为父报仇。又来了一个送死的。好，那咱家就成全你们。这吃手宰了的。孟奶，让我来。王秉忠，你我同朝为官，本应合力报效朝廷，可你为了一己私欲，私自雇养杀手，无恶不作，罪大恶极。我今天就要替皇上铲除逆臣贼子，要了你的狗命！我小瞧你了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。刘大人，我听说昨天又进去一帮降马，哎呦，我正为你们担心呢。是啊，左大人，也不知道这降马头子怎么想的，非派人往我府衙里闯，死伤不少啊。是吧？哎，正好，我替你们抓了一个奸细。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呢？我准备烧死他。左伦图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这明明是兵满楼的老板娘，怎么可能是奸细？格格，格格，请看，这是他亲口供述的文书。他呀有个弟弟叫相府，就在你们东昌府里边，他们两个人内外勾结，串通一气。你们很危险的，左大人，您真是替我们操碎了心呐。刘大人，我给你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内，你把徐武放了，
我把这奸细交给你，过了3个时辰，你自己琢磨着怎么办吧。大人，您就让我杀上去吧。大人，他们会烧了我姐的。再等一下，还有3个时辰。老爷，可那徐武已经招供了，还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把他给放出去。不行，夫人，我们只有口供，没有人证。徐武过去就会翻供，到时候被动的是咱们。可现在人就绑在柴堆上，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大人，秦朗愿意主动请缨，斩杀索伦图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可，你给我让开！我得去救我姐。武子，你听我的！你给我让开！那他妈是我姐，现在没人管，刘墉管吗？我没时间了。武子，武子，我告诉你，刘大人说的对，咱们这么出去，谁也救不了你姐，反而都得死。武子，听大哥的，你姐不会有事的。她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让他们去准备吧。大人，您真要烧死这个老板娘啊？那就看刘墉怎么去选择了。大人，您真英明。哎，上面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们。那刘墉是傻子，他能把徐武轻易交给我？这索伦图还真是混蛋，竟然还敢架起火堆！大人，还有半个时辰了。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好像就要点火了。那咱们就这么看着向月荣被烧死啊？而且大人，如果你不救，就会背上见死不救的罪名。如果要救了的话，徐武一旦翻供，老爷会被朝廷追责，又来个栽赃陷害总兵的罪名。这怎么着都是老爷的错了。大人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们大人说了，刘大人要找总兵大人说话。看看，走，跟我去会会刘墉。3个时辰已到，刘大人，请出来吧。拿徐武换人。罗大人，徐武在这儿，放了江月荣吧。你先把徐武放了。怎么着，索大人？你围着我的府衙，难道还怕我说话不算话吗？哼哼，那不行，让我看看他的脸。看真着了。金木头，我们先放。
怎么情况？刘墉，你敢骗我？点火！是。秦老。住手！圣旨到！刘墉索伦图，听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陶州镇总兵索伦图居高位拿号禄，享特权，本应为国尽忠，报效朝廷。然索伦图罔顾皇命，滥用职权，犯下累累的罪行，仍不思悔改，武力包围官府，围困朝廷命官，此乃谋逆之罪，有负皇恩。即日褫夺兵权，判斩立决，着东昌府知府刘墉为监斩官，钦此。臣刘墉领旨。